同学们好，这节课和大家分享一幅3尺的小作品，这个是花头部分，倒紧花头。那么现在呢，进行调色，我们还是和平时一样，用太白加清水加一点点的这个3氯一起调均匀，均匀的调好，然后呢，用笔轻轻的刮掉水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进行调色啊，准备一个盘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挤出玫瑰红、蒙紫色、牡丹红几个颜色呢，都要挤出来。调一点这个紫色啊，调一点紫色，调一点紫色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来画啊，我们是往这个方向。要不知道多大，你把盘子在这里画一圈，这个盘子是23公分，所以我们画头大概这么大，这么大啊。我们粉紫色啊，我还可以加一点紫色，加一点点紫色，再去调玫瑰红。笔尖也可以加一点这个3氯吧，可以加一点点。绕着盘子画一个对的，这个盘子正好。我们先白粉水调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调点3氯，再加一点紫，淡淡的一丁点就够了，然后再去调玫瑰红啊，调玫瑰红。然后笔尖呢，再去调这个牡丹红。你看，这个时候是为什么要它有一个色阶，底下深，尖儿比较深。好，我们往左偏啊，往左偏。好，我们先画定位花瓣啊，能不能看到？我们这个倒紧。好，这是第一层，再来一层。我们画这个是很多侧瓣组成的一个定位花瓣啊，很多侧瓣组成的一个定位花瓣。往上走一个，往下走一个。好，我现在这个跟大家刚才教的这些都是定位花瓣，我只是用侧瓣，很多小侧瓣去画的定位花瓣啊。你可以糊一点，你看这个方向不变就可以啊。往这边走，下面再来一些啊，下面再来一些。这边可以继续画侧瓣啊。好，先画出它的侧瓣，因为它这个地方等会儿盛开了，往这边打开的。我们每次都包，我现在画个半包啊，半包，往里走。这个我要2支笔，一支红的，再加一支红的，这个是画浅色的啊。先把它形儿定出来，先打框架。要2支笔工作，一支红的，一支粉的啊，再加了一支粉的。好，加一点底色，加点白粉，淡淡的一层。然后这个直接调玫瑰红啊，调牡丹红，一个浅的，一个深的啊。正好我们这一套笔里面有这2支，这个是5公分的，那这支是4.5公分的，2支笔左右开工啊。2支笔，
好，这个是调牡丹红啊，牡丹红，深色呢，深色加胭脂啊，但是水不能大。这就是我们两支笔工作啊，往这边走。好，再换一支笔。好，尖儿还要扫两笔，趁它没干的时候可以扫啊，往这边扫。要重重的点，横速度往外一提。好，这是一个半啊，一个半双色，而且是有这种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它还有往里包的啊。再来一笔。好，它上面有亮色，这个时候呢，需要再加点白粉，加点白粉，别晕呐、就两支笔来画，不用晕啊，不用晕。看它上面，我们也可以把红色的先画完，最后再直接笔尖蘸白粉啊，直接拉出这个颜色出来。好，现在一点点给它包起来啊，往这边包，继续包，笔要转动啊，画侧瓣，笔尖加点胭脂，画侧瓣，再来一个，继续包，错开，上下错开。好，好，这个要勾的话，怎么样？趁它没有干的时候啊，趁它没有干的时候，勾的时候先点，然后压一点点，顺便往下一拖，不要压的太死了啊，让它飘一点，是不是有点高了？这样呢，好一点吗？两支笔啊，两支笔，一个蘸牡丹红蘸胭脂，一个蘸底色蘸玫瑰红啊。好，这个地方开始，我们可以让它包起来。好，切两层出来啊。好，这是后面的啊，先不用管里面的缝儿啊。好，好，这边呢再画一些啊。这个笔尖一定要尖，调色要对啊。这个不急着画啊，要把每一笔画好，这个是重点啊。好，笔尖要蘸胭脂色啊。放这儿吧，放哪儿了？你们说放哪儿啊？这样行吗？这样能看到吗？这样你们能看到调色就可以啊。
这个地方要深色啊，深色。笔尖始终是要好，然后呢，赶紧的扫出啊，用这个5公分长的尖尖的这一支啊。好，然后用这个浅的再来，浅的来调，甜的调一点，调点紫色啊，然后再调一点玫瑰红，你可以蘸一点，没空间蘸一点拉出来调，然后笔尖调一点牡丹红，这个来一笔大的啊，先框出来。好，再加红的，有点复杂啊，但是好看。调胭脂，把这个缝儿啊，要处理一下啊。所以这个笔尖要特别尖啊，如果这笔尖你不够尖的话，出不来效果。你像这个切很关键，这个就是我们那一套笔中的5公分哈，家人们。好，加一点色，这个呢，扫一个反半出来，扫一个反半出来，要绝对的仔细啊，要仔细画这种。这是倒紧了，好，这个地方你看，可以画一个，给它画一个反半，在这里加一个啊，看得懂吗？底下一层是红的，上面是粉的。那这个呢，上面也要扫点，下压一拉，这个有点湿了啊，湿了呢就厚一点。好，这边再来一种。如果感觉有点湿，可以等一会儿啊，我有点着急了，是不是？你们着急不？好，我们把后面的再画一些啊。后面呢，可以在笔肚上加点紫色啊，笔肚上加一点紫，笔尖不变啊，笔肚加紫色，调一点蒙紫进去，然后再去给它蹭均匀，让它稍微有一点变化啊，笔尖纸啊。好，笔尖再调胭脂。那后面的花瓣啊，后面的花瓣，后面的你看一下，哎，往哪画合适啊？好，这颜色深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。可以加重一点，给它切一个瓣。好，然后呢，给它加反瓣。反瓣可以用这个浅色的笔啊，看稍微扫一下，看到了吗？画这个花呢，细节决定成败啊。
后面再来一个啊。后面呢，我们也可以用粉色来代替，粉色。但是色还是要调好，我们也可以加点紫色啊，因为后面的让它颜色往后退，前面往前走，后面往后退，这样才会有这个前后距离感。颜色调均匀了哈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再调一点胭脂，后面我可以来一个，来一个小的，是吧？再来一层大的，我还可以给它框一个反半。好，你看这个色性上是不是往后拉了？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可以再来一个。OK 了，然后呢，然后看看观察一下，这些要加，先不要加多了，留到最后调整用。如果现在全部加满了，后面调整，万一有哪里不好调，然后后面呢，我们可以给它扫一些这个红色出来。好，再加一点白色来扫。好不好看？我还让它相间一下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我们也想可以加，这个再加一点啊。这个白点儿扫一个正版出来。好，后面先告一段落了，现在解决前面的问题啊，前面的问题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调一点粉色啊，前面继续加，前面要浅一点，后面深一点啊。老师又发明了新的画法，对的啊。好，这个呢，好滚一点，让它花瓣鼓起来啊。鼓起来了没有？盛开啊！这边往哪开呢？这个在它里边吧。笔尖，这个画这种画呢，在于用色啊。好，里面再加啊。这就是切瓣啊。好，让它鼓鼓的往内扣，大家能看出来吧？能不能看到这个花瓣？就是肚子是鼓的，这个花瓣，这个是从外往里扣，就是包起来那个，能不能看到那个感觉？能不能？能看到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红色上场了啊，红色上场了。我们还是调我们的这个牡丹红，我们也
同时调点紫色啊，因为这个花瓣是对着我们的，家人们，这个属于腰线，腰线画的是侧瓣，侧瓣是对着我们，是面朝着我们，就是跟我们是一个方向的。然后我们又能看得见反的，又能看得见正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把正的表现出来，反的也表现出来，同时都能看到。那此时此刻呢，我们画的时候，就要把它色性上区分一下啊。你看啊，这个是前面的对着我们的，那它就是这个是反瓣，所以我们现在把正瓣加上啊，正瓣加上，正瓣加上水分要少，这个笔尖要很尖哈，你们可以看一下笔尖多尖。那笔尖尖呢，还要加一点胭脂色啊，加一点胭脂色。好，我们从这里，好，慢慢的啊，一笔搞定。好，再见。现在能看出反正瓣吗？这个红色呢是里面，是花瓣的正面，这白这个亮的是背面翻上来了。好，我们这个呢也是啊，笔尖笔肚儿上还是要加点紫色啊，因为这个花瓣是朝着我们的方向，它伸出来看起来小，但是不代表它没有正瓣，它有的。这个笔要尖哈，这个是我用的4.5的哈，家人们，你别用5的，5的这个画这个小细节有点大了。我是2支笔一起的，这个是5公分，这个4.5的，所以你们画这种小的地方，你可以用咱那支小的啊。好，笔尖加胭脂色啊。好，这样你们就能看出来哈，这个是正的、反的，正的、反的。还有同学搞不清楚正反瓣吗？现在搞不搞得清楚？我这讲的是画的很慢、很细致的跟大家去讲啊。好，这个地方这个也是反瓣，这个也是。那他看不见还是看得见呢？想要看得见，你就可以扫一笔。这个要立起来，中锋用笔啊，竖起来。你就修个形儿就可以啊，修个形儿。你看这个是不是太平了？切，笔尖老尖的，点一下也。好，是不是？再来一笔，是不是就有一层？这也是一层啊。那这边上呢，我们就假装咱看得见它的，看得见它的正的啊。笔尖要尖，这个同款的笔在1号链接啊，你们一定要，新手同学不知道买什么笔，一定要买它啊。你看这个细节表现的淋漓尽致，完全靠这个笔啊，它不开叉儿。你看这个细节，像这个小细节的地方，咱有小笔，咱就换小的啊。咱有好几支，4支笔。好，画这个小地方，笔尖要尖，水分要少，颜色要深。好，切啊。好，那你们看这2个好像糊上了，对不对？一个这么大，我得给它好切一下，笔尖要蘸色，要深一点啊。好，那这个边缘的你看切好啊。现在很好理解了吧，家人们？现在是不是很好理解了？那把下面再完善一下，下面还有一些花瓣是对着我们的，这个地方呢还是一个碗，你们看到是一个碗吧？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碗的那个腰线，对吧？
然后下面的花瓣是盘子，盘子的花瓣往哪走？你们清不清楚？下面是盘子，下面就是盘子啊，我们下面就画盘子了。那么盘子这个花瓣是对着我们的，往下走，所以我们这个花瓣就要往下走，对吧？好看吗，家人们？这个颜色。那这个导剪上面，我们现在呢调红色啊，扫出来，扫出它这个相间的两色，相间的两色啊。笔尖尖的调牡丹红，调胭脂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从这里扫，扫的时候上面点下去，用力压一下，往下一扫，来，别抖啊。好，一个大，一个小，再来一个小。那这个东西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花瓣的这个纹理啊，手不要抖哈。有没有同学手抖的？手有没有抖的？手抖的看过来啊。来，点一下，很快的，就像撇，你们写字一撇一捺一撇，你看啊，这个就是力度你要把控好啊，不要在上面停留时间好长。哎呀，发抖，那个抖出来的那个没力道，不好看啊。你看我们刚刚扫的红的，对吧？我来扫几笔白的来，还可以扫粉的啊。好，还是白的好看。我扫，好，两支笔啊，两支笔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小细节，你看这个小白的地方，我们就要用胭脂去填空啊，是不是在填空？好，这朵花上面是花苞内扣啊，扣上了没有？然后再把后边这些丰富一下啊。好，加一点胭脂，笔尖始终要加胭脂啊。这个运笔，这个不在于笔多、笔顺多、画的多，而在于每一笔恰到好处，不要重笔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这边呢再画一个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紫色，加点三青色，然后调红色，再调这个胭脂色。你看啊，这里呢再来一笔。把这笔加大，好，胭脂，白粉上场啊，尖尖的啊，这个边儿有点太圆乎了。好，先重后轻啊，扫出它这个纹理来，显得花瓣在运动。
再加一点啊，笔尖要老尖老尖的啊。好，勾到这个花瓣的底部吧，有的可以勾到底部。好，不用勾线笔，咱这个毛笔，咱这个158的这个笔就能搞定。它这个尖儿老尖老尖的，一支笔就能搞定。然后画前面的啊，前面的我们先画这个啊。我们这个现在呢，加白粉水啊。我刚才半天没有加，现在加啊。好，因为这个瓣大，我们调一点紫色，加点3绿进来，加一点3绿。因为这个花不在于你画多少，而在于色的变化。好，我们可以简单，也可以复杂哈，家人们，加3绿啊，加3绿。因为这个瓣呢，我们要画亮色，水大了，这个水还挺有用的，先不要吸走，刮一下啊，刮一下。然后我们再调这个红色啊，紫色还是要有一点啊。因为这个花偏紫，我们加一点紫色进来，蒙紫色啊，一丁点儿就够了。你看这朵花呢，费劲是不是？平时要画到这个时候，一幅作品画完了。这个画了多久了，家人们？我们先调色啊，调色，调玫红，再调一调牡丹红，再调一点点胭脂。我们要画出这个瓣，应该是非常好看的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个大的啊。要是不确定的时候呢，你用手啊，这一个大的，这一个大的，这一个大的往上走吧。好，这是一个大的。好，大笔一挥啊。好，这个你看啊，笔尖还是要加一点胭脂，蹭。你看你这一蹭，这个边儿全齐了，那断开，再蹭，是不是花瓣形态就变了？然后你可以蹭到它后边，这不就可以了？然后呢，红色笔上场，牡丹红啊，牡丹红上场。不要白粉哈，这个红的不要白粉。二乔是吧？这是岛锦，不是二乔啊。趁这个颜色没有干的时候补啊。再来一个。哎呀，这个笔太好用了，家人们，太好用了，好用的不得了。就这个小地方啊，它都能扫出来。想它软，想它尖，它都能办到。
我们还有多少人没有抢到这个笔的？没有抢到笔的可以去抢啊！这个笔现在还是很划算的，太好用了。你看这个细节，完全靠它。好，再来一笔。好，那这个呢是那个大版，你看色线上我让它暗了一点，因为它里面有环境色，因为周围肯定有叶子，有叶子，肯定叶子对这个花瓣有反射，反射它这个花瓣的肯定会有接受到这个绿叶子的这个颜色，所以我里面调了一点三绿进去，三绿一调，这个色性就往下走了。所以就感觉哎，立体感很好。你看这块挺圆的，但是圆中就有缺口。好，这后面这个差不多干了，可以扫一下后面的啊，扫一下后面的。如果你感觉它湿，先不要去扫啊，要差不多。那扫的时候要稍微有一点这个笔触，你看，你可以弯曲一点，可以弯曲一点。好，搞定。这个往下走，那这是下面这一层啊，下面这一层颜色还是要灰灰的啊，灰灰的。调一点牡丹红啊。这个花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不要重笔啊，不要重笔，每一笔要画的恰到好处啊。要么就不画，要么它就是你要的。那这一笔来一笔啊。好，从这里来。你看这个太大，你就蹭一下啊。好，笔尖加胭脂，中间大，越到两边蹭的就小了。好，继续。那这个瓣就立体感非常强。好，红色上场啊，红色上场。这个缺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扫一笔。好，搞定。看看我们这个要不要蹭过去啊？可以修补一下。好，趁没有干，用这个红色笔上场啊。我们现在呢，给它画一些这个红色的啊，画一些红色的。导紧嘛，勾一点线上去啊。你可以一个拉长一点，这边再来一个，可以来一个粗一点的。这边再来一个。好，然后这边再来一个，加一点三绿啊。我们下面这个花瓣呢，不在于多，而在于少到好处，恰到好处。下面加三绿啊，调点三绿，调的灰灰的啊，有灰度。然后笔尖再调牡丹红。好，我们下面呢，把这个加大一点啊。好，
就是这个笔也很关键，就切啊。好，下面在这边有一层，这里有一个大半，这个大半你看前后，前后，这个往这边走啊，往这边走。好，这个地方要深一点啊，深一点，因为这个瓣的颜色是朝着我们。然后这个你看这个边儿呢，你可以夸张一点。这个瓣如果想要表现在它后边，你就到它边上去修一修，蹭一蹭，把这个颜色加深一下，加一点褶皱出来啊。加红色的，我们蹭的这个锯齿太大了。好，对，画忘了，谢谢提醒啊。防不胜防，是不是家人们？防不胜防啊！这样吧，这个可以给它修一点纹理来啊。你说咱画这么认真，咱哪有空管这个，是吧？好，修点纹理啊。然后这里来一朵大的，这个用浅色的啊，用浅色的，浅色的笔，调点胭脂，调点三绿哦，不是胭脂，调点烟绿，三绿，再调这个红色，调这个牡丹红。好，这边来个大的。这一笔大了，边上啊，边上你可以再去补颜色，调一点胭脂啊。前后关系还是要处理好，这个属于后面这个瓣啊，后面的。
这样这个瓣就往下走啊，往下走。然后用红色去扫它的纹理啊，它可以一个大面积的。好，我感觉这个可以加一笔。好，再来修一下啊，笔尖要尖尖的。就不要了，不要，就让它缺着，就让它缺着。好，白色上场，白色啊。这朵花重在调色和技法上啊，然后花型也是一个很大的。这个花型就是个圆的，那这一块你看像缺的一块一样，可以不用管它，让它缺着，不要太完美了。就这一补就完美了，不要补，不要补，留着。因为你补一下太圆了，你知道吧？太圆了。我们看有一些瓣已经干了，其实它不完美，它挺完美的。这个往上翘，它要是这个叶子往下一来，它不就完美了？它风吹了，它被风吹了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加一个大的。好不好看？好，这朵花会画，其他都会的，差不多。这个花呢，看看啊，其实外面能加，我也不能再加了。这个造型已经很完美了，再加也跟这一样完美，所以不要做了，无用功了，是吧，家人们？这加一笔是可以加，加了不就太圆了吗？算了，多此一举，不干，不干，不干了，就这样。然后花心，咱搞一下花心，花心用胭脂去切啊，不要白粉啊。这朵学会就满足了，这朵肯定能学会，肯定能学会的。我们现在把花心添上啊，这一朵啊，画的比较仔细，从今往后都画仔细的啊。之前画就是为了为了情绪，现在呢要提高一个阶段，要仔细了，要仔细画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
所以你们要跟上我的步伐啊，你们跟得上吗？里面用胭脂直接切就好啊。花心这个地方呢，可以用这个胭脂进行平涂，就可以把周边的这个边缘线先切出来，然后再平涂。因为这个地方断线了，卡住了，所以呢，大家自己涂啊。那么这朵花画到这个地方呢，基本上就画完了。我们总结一下啊。我稍微一分析，你们就应该明白。前面我不是给你们讲结构吗？这个地方是不是那个花苞？是不是那个碗？是不是包起来了？对不对？它跟那个画法一模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呢，我用了2支笔来画，有红色的一支笔，浅色的一支笔，对不对？红色的扫白边儿，那浅色的扫红边儿，发现没有？上面是一个碗包，下面呢接盛开的是盘子。以前我们把这个呢往上翻，那现在呢我把这个打开，把这个瓣全部打开，下面是不是一个大盘子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结构，这个东西懂了，家人们，你画绣球，画这个倒锦、二乔、罩粉，所有的全部能画。但是你们需要一个老师在画的时候呢，引导你去如何画。这个就跟画整幅作品，你需要一个支撑的那个架子。比如说昨天晚上我教你们画这个构图，我给你们讲半天。那这个东西是无形当中在脑海中存在的，它是不可能表现于纸面的。那这个非得老师给你讲，所以有些同学，为什么迟迟不能进步很快呢？因为他关键的东西他没学到。你看，你可以临摹，你可以抄，你可以无限的播放，但是关键的这个理解性的东西，这是要讲的。这朵花呢，是这个创作中的第一个视频啊，后面还有第2、第3、第4个视频，所以呢，你要看下个视频就在这个视频后面，观看就可以啊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觉得老师的花头对你有帮助，可以给老师来个好评啊，感谢。